大家知道毒品的危害吗？一人吸毒，全家遭殃，最后的结局往往是倾家荡产、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好，大家看到，我们现在警犬在对车辆进行一个搜寻。对我们这个检查站呢，近段时间啊，我们都是采用的3合1模式，也就是警犬加人力再加我们的智能检测设备那么一个3合1的模式。哦，那我们看一下，我们也好，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警犬进行第一次第一道的这个警犬在第一道进行检查。对对对。当发现这个车辆可疑的时候一般我们就是先让警犬进行第一次那么一个检查情况。我看他检查的非常的仔细。对对对，因为警犬它的嗅觉是比较灵敏的。是的。所以说它只要对那个车内藏有可疑物的话，它只要是它熟悉的味道，它就能预警。那您说了，就是刚才我前面有介绍，它藏可疑物在车里面，它都藏哪儿呢？车里面的可疑物，对吧？好吧，现在我们就由我和工作人员，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去看一看。走。好了。我们先从车前，再到车后，好吧？行。现在看到我们工作人员呢是在打开车的引擎盖。好了，车辆的引擎盖打开以后，大家能看到这是一个整体的，它是一个平板的。那么在检这个车内藏有可疑物品呢，一般我们是要找夹层空间，对吧？都是在哪些部位啊？这个我们先看首先呢，我们这里有一个发动机盖，对吧？发动机盖在这个下方它有一个空间它也可能藏有可疑物，但是这里可能温度过高，那么就说需要的这个把它的可疑物，它可能需要包裹的特殊材料来包裹。是这样。现在我们工作人员检查的正是引擎盖的上方，这里有一个夹层空间就再拿灯进行一个探照。对，我们一般用灯光就可以查看到里面是否有这现在是打开的是什么位置？对，现在我们打开的是这个电瓶的电瓶盖还有这个雨刮液它这些地方都会藏有可疑物品。这个是这个是雨刮液那么当我们这个发现有可能情况的这个车辆如果可疑度比较高的话，我们就会甚至把这些螺丝都打开，全部拆开，然后查看整个发动机上面是否藏有。是的，因为刚才之前有介绍，他们贩毒分子的藏毒方式是无所不用其极对，只要车里面有一个空间，他们都会往里面。对，然后油箱也是他们藏过的位置。对。现在我们正在仔细的查看。现在我们正在仔细的查看，这里呢是这个风扇的它这个前风扇这里有一个空间，它也会采取捆绑的方式。对。哇塞，他们太能想招了。好了，我们工作人员现在检测的呢是侧这个轮胎上方轮胎上方它有一个侧面也是有一个空间。现在检查的部位就是现在我们这个检查的是这个驾驶室的这个空调管这个地方进风口。这里也能藏这里它也能藏进去。我的天哪！这里面你别看就这么一个小空间，里面有很大的一个空间。那我们继续往前走，走到车身的位置。这里的话，我觉得假如是我可能会选择这种区，因为它比较复杂，而且隐蔽性我觉得还是比较高的。好，我们看一下。好了，现在我们的工作人员呢正在对驾驶室的脚踏板下侧这里它有一个就是比较隐秘的空间吧，这里它
很多人啊，我们之前查到过，它就是处在这个离合的踏板下面啊，它会放一个可疑物品。就是在这个底下是吧？啊，对对对。哦，好的。好，现在我们工作人员检查的呢是这个车。现在我们工作人员检查啊，这个车辆的缝隙这里哈，这个驾驶室的侧门。哦。然后驾驶室的一个座椅上面，还有座椅的枕头。哦，这个也是，这个也能藏进去。这个也能藏进去。对，这个东西。而且这里是比较好藏的部位。还比较好藏。哎。哦。啊，现在我们检查的是驾驶室的座椅下面。驾驶室和副驾驶。每个位置我们都给它检查到。啊，每一辆车我们在通过发现，只要有可疑的情况，我们都会对它进行全面的检查。那现在呢，我们是给网友介绍贩毒分子可能会藏的一些位置。对对对。那我们来到最后后备箱这里吧。好的，现在我们工作人员使用的是我们最近装备的一套这个背伞啊。其实呢，大家都做过 CT。哦，给车做的 CT 可以直接形成图像。哦。好，让我们的工作人员进行一个简单的检查以后呢，我们可以移步到下一遍。好。我们可以看到，后备箱这儿，来，我们来到这儿来。其实后备箱也是一个常见，也会是一个比较常见藏毒的一个地方。对，我们的车辆的后备箱啊，一般都是我们检查的重点。对，堆放的杂物也是比较多，而且里边空间好像也是比较大的。啊，对。那现在我们工作人员是要。首先呢，这个车它有一个，大家都知道，我们的轿车和 SUV 它都有一个备胎。对的，这个。所以呢，备胎是我们首要检查的目标。哇。好，我们可以把备胎取下来，然后进行一个初步的检查。取下来也要进行一个细致的检查。啊，对对对。好的。大家看，我们在工作的时候啊，我们的工作人员都是戴着这个手套的啊，以防呢。哇。连备胎都要拿出来进行一个全面的检查。啊，对，进行一个全面检查。当然，我们也可以使用我们的仪器啊，直接进行一个扫描。对对对。那么在备胎检查了以后呢，我们车辆呀还有很多的空间，这个后备箱还有很多空间。对，你看它在这个这个后门，它会有夹层。这是空的啊。啊，对，后门是空的。然后呢？车的两侧，这个两侧它还有一个夹层板，这里也是空的。那么在必要的情况下，我们会将它直接拆开，直接拆开来看。还有呢，就是我们这个座背的靠背里面还可能是存有夹层。那么对 SUV 的这种类型的 SUV 车呢，我们还有一处呢，就是这个尾灯啊，车尾灯的地方啊，对，它的这个尾灯后面还有一个空间，也会有藏毒的。反正总结了一下哈，只要是有空间的地方，有缝隙的地方，它都能藏进去。对对。那么，主持人，你觉得现在我们检查的够不够全面？就从我们刚才从车头、引擎盖到车身，再到后备箱，甚至把后备箱。把这个备胎拿出来看一遍，我认为是非常细致了。其实我们还遗漏了一个地方，在哪里？我们的车顶。哎呀，我还真没想到。车顶这个地方呀，也有很多人利用车顶的这个空间夹层呢。我的天哪，这个地方也是一窍也是空的。对对对，也就是说，整个车辆其实，有空间的地方就会有夹层。好，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地方。还有哪儿？还有哪里啊？没有了。车辆的底盘。底盘呀。对。那么我们现在呢，我们就工作人员通过我们的智能检测无人机这个一套全方位机器人进行一个检测。现在打开灯光，它可以
对底盘啊，我们车辆底盘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探照，360度无死角的探照。哦，这个厉害了，我觉得。啊。它现在已经扫过去一遍了。啊，对，已经扫过去一遍了。那么好了，这个车辆呢，我们基本上车的检测我们就到这个地方。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是对人的检测。对人的检测。对。通常我们驾驶员呢，大家这个刚才我们李警官肯定跟你们介绍过。对。人可能体内啊采用哪些藏毒的方式？是的，介绍过了，绑在身体上。常见的是有绑在身体上的。对，那么这个人的检测呢，我们就不再过多的介绍了。行，好的。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就是刚才我们搜寻的这个警犬。嘿，嘿。对车体进行一个全面的一个搜寻。啊，对。很仔细，很认真，很就是每一处细节他都不放过。啊，对，是，好，看一下，这是车辆这个座位啊，还有这个门啊，对，这些有这些夹层的地方和缝隙的地方，每个细节都搜寻得非常的仔细。是的。如果说是他们在工作中发现了一些违禁品，他们会做出怎样的一个表现？他用体仪表示，一个是坐下，一个是卧下。他示意你是不是？对，示警，他的示警方式就是坐下或者卧下。当然也有，如果是高位的地方呢，他会盯住，就是死死地盯住那个地方。对。